上集说到，达里尔等人告别了幼儿园的孩子，继续踏上了北上的旅途。可劳伦特却因为赌气，并不愿意上车。本以为孩子闹小性子一会儿就会好，可不曾想小家伙一口气走了好几里地。希尔维看不下去了，劝说他上车不要那么幼稚，却不料劳伦特更加的生气了。在幼儿园待了2天，他发现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，尤其是关于死亡的话题。无论是约翰神父还是骡子，大人们总是喜欢用谎言将其美化。可当他和坚强独立的孩子们一接触，就发现了自己的天真。他不想要这样的特殊对待。伊莎只能解释说是他太过于特别，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。这些年他将劳伦特保护得很好，也并没有告诉过他的身世。但从前几集的剧情中可以看出，伊莎也并不像一个传统的修女，而她和劳伦特的关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时间回到13年前的法国巴黎，丧尸病毒爆发的前一天晚上，那时候的伊莎还是个常年混迹于各大夜店场所的小姐姐。在这种灯红酒绿刺激的场所里，她逐渐养成了一些恶习。为了能长期享受那种快感，她会主动接触一些异性，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他们身上的财物。得手之后，她便悄然离去。今晚她像往常一样，有了一些收获后便打算回家。按下电梯后，她便查看起了今晚的战利品，包里装了不少的现金和2块价值不菲的手表，这让她的心情很是不错。现在要做的就是趁对方还没发现之前赶快离开。这时，夜店里突然出现了骚乱，动感的音乐中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。她以为是自己暴露了，打算走楼梯下楼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来到了外面的街道上。现在已经是深夜，街上的人不是很多，但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依旧亮着灯光。就在她抽着烟准备清醒下脑袋的时候，不远处却有吵闹声传了过来。只见一个样貌奇怪的人用嘴咬向了一旁的男人。看到这一幕的伊莎果断选择了远离，毕竟法国的晚上发生这种事已经见惯不怪了。随即他来到了地铁站，打算乘地铁回家。眼看着列车即将抵达站台，可不曾想车厢内的景象却让他瞪大了双眼。他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，搞不懂车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就在他思量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只见站台上也出现了几个奇怪的人，他们低吼着追赶着路人。伊莎看到这一情况，本能地跟着其他人跑出了地铁站。可来到地面后，他才发现上面的情况更加的糟糕，人们全都发了疯似的四散奔逃着，场面异常的混乱。在他的旁边还有辆被撞翻的轿车，车头处压着一个人，看情形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。他走上前想查看下情况，却发现地上的男人抽搐了一下，对方还没有死，应该还能抢救，却不料下一秒，这可把伊莎吓得连连后退。恐慌的他想喊人求助，可周围全是疯狂逃窜的人，根本没有人在意他。这时男人挣扎着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朝他走来，他只能害怕地朝后面退去。不远处也有奇怪的人在撕咬着路人，伊莎开始慌了，难怪所有人都在逃窜，这里竟然出现了吃人的怪物。就在他焦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一辆奔驰突然冲了过来，直接将怪物撞飞了出去。来人正是伊莎的男友奎因。见到男友来了，他赶忙配合着躲进了车里。眼看有个怪物就要扑来，奎因上去就是一拳，然后快速的绕回驾驶室，趁另外一个还没近身，他赶忙坐进了车中。接着车子一个加速，成功的甩开了一旁的怪物。直到这时，伊莎才心有余悸地望向后方，要不是男友及时赶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时间很快就到了凌晨，俩人一路远离了市中心。在路上，奎因表示他的兄弟在多尔多涅有个地方，他们可以先住在那里，等政府平息了暴乱后再回来。伊莎也同意了，不过他表示要先回家换身衣服，然后收拾一些行李。奎因也没有拒绝，随即他开车来到了伊莎的住处。10 minutes. Clock's ticking. Lily， 伊莎边换衣服边招呼妹妹起床，时间紧迫，她打算带上妹妹一起离开。接着她来到了壁炉，把藏在里面的铁盒拿了出来，里面装满了现金和硬通货。不过她并没有打算带走，反倒是把包里的放了进去。Putain, doucement, il est super tôt là. Il se passe un truc horrible à Paris. Puis il y a un endroit où se planquer. Bah, toi, tu y vas, moi je reste, je me sens pas bien en plus. Écoute-moi. Et quoi? On part ensemble et on part maintenant. 很快，俩人拎着行李走了出来。伊莎告诉奎因自己不能丢下妹妹。奎因望着他的妹妹，眉头皱了起来。还没等他说些什么，一个稚嫩的声音呼喊着伊莎的名字，是邻居家的女孩艾米。
Qu'est-ce que tu fais là, ma chérie? Papa est pas rentré hier soir et il y a maman qui pleure au téléphone. Pendant devant maman, d'accord? Elle va s'occuper de toi. Tu sors pas. Promis? Promis.随即三人便在小女孩的注视下离开了这里。而刚出来后的伊莎便朝着后方看去，只见先前还平静的街道，现在也开始变得混乱起来。就这样，三人驾车一路朝着多尔多涅赶去，希望那里足够安全。而车上的收音机还在播报着政府的广播，提醒人们待在家里，不要囤积物资，不要零元购。3小时后，车子在加油站停了下来，因为莉莉的肚子不舒服，还有些晕车，他们只能暂时下车休息一下。奎因下车后便不动声色地把一把手枪别在了身后，他太清楚混乱的世道人们是有多么的疯狂，所以不得不谨慎一些。接着他询问莉莉是否还能坚持。Lily, we can get you to a doctor. You just need to tell No, me. I only need a minute. If you need a doctor, Lily, we can take you. You just have to decide if you're sick or not. 这冷不丁的一下，差点让奎因破了防，还好不是韭菜味的。伊莎赶忙询问妹妹到底是哪里不舒服，可莉莉只说是肚子疼。看到她那隆起的腹部，伊莎这才发觉不对劲，这妮子男朋友都没有一个，怎么就怀孕了？ Ça fait combien de temps? Quelques mois. Lisa, je suis désolée. What did she say? Pourquoi tu m'as rien dit? J'ai essayé, mais j'ai eu peur, j'ai... 奎因听到了他俩的对话，他赶忙把伊莎叫到了一旁，然后小声地说道：“现在这种情况，根本没办法带着她继续赶路。咱们要去的地方很是偏僻，也没有医院和诊所去安置她生孩子，不如把莉莉送到附近的医院，那里有医疗资源能够帮助她。咱们得尽快行动了。现在所有遇到的陌生人都很危险，我保证等一切结束后，咱们就把她接回来。” I want to take care of you. I fucking always take care of you. Trust me. 男友越是这样，伊莎就越清醒，她可不会丢下妹妹不管不顾。随即，她趁奎因不注意，直接顺走了他的车钥匙。Ok. Allez, ça va. All right, I'll find her somewhere. All right. You make a few calls. 等奎因去到一旁打电话，伊莎的表情开始变得冷漠。既然你想把我妹妹送走，那就让你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。等奎因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。2小时后，坐在副驾的莉莉表情很是痛苦，她表示孩子不对劲，腹部很是疼痛。就在伊莎焦急的时候，恰巧前方出现了一辆救护车，看样子像是出了车祸。只要有医护人员，那莉莉就有救了。伊莎将车子停好后，便上前寻求帮助。Y a quelqu'un? S'il vous plaît? Bonjour? Donne-moi la voiture. C'est quoi ça? Qu'est-ce qui se passe? Lily, tu meurs? 俩人赶忙朝着车子跑去，却没想到一只丧尸抓向了莉莉，好在被他给及时挣脱开了，吓得他赶忙关上了车门。而伊莎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反正就是一些吃人的怪物。俩人现在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只能开着车子漫无目的的逃亡。一直到了晚上，他们来到了山上的修道院。伊莎认为这里应该能帮助他们。妹妹的情况越来越糟了，已经有了早产的迹象，再没人帮忙的话，恐怕大人和孩子都会保不住。听到动静的嬷嬷打开了修道院的大门，将俩人迎了进来。C'est Sylvie, mon élève. Elle pensait que tes parents venaient la chercher. Super Jean, bienvenue à l'abbaye Sainte Bernadette. 这时神父看到了莉莉的手臂被咬伤了，而莉莉也后知后觉地感到手臂传来的疼痛。神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直接将她带到了教堂里治疗，还取出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让她换上。看着妹妹痛苦的样子，伊莎的心都要碎了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两姐妹便一直相依为命。此刻的莉莉像是预感到了什么，开口让姐姐答应自己，一定要照顾好她的孩子。伊莎一边安慰着妹妹不要那么悲观，一边答应了下来。可当她询问孩子的父亲是谁时，莉莉的腹部再次传来剧痛，看样子是要生了，情况很是紧急。神父和修女们开始准备接生，伊莎也给妹妹打着气。可10分钟过去了，孩子始终没有生出来。无论莉莉如何的尝试，小家伙却始终不肯露头。就在这时，病床上的莉莉突然昏死了过去。神父赶忙摸了摸脉搏，发现莉莉已经气若游丝。意识到不妙的神父赶忙去到一旁，现在只能先把孩子保出来了。而伊莎还在不断地呼喊着妹妹的名字，祈祷着能有奇迹发生。莉莉似乎听到了呼唤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。很快，伊莎察觉到了妹妹的反应，她开始呼喊神父，告诉她妹妹还活着。却不曾想，再次睁开眼的莉莉
竟变得和吃人怪物一样。不知所措的伊莎被挤到了一旁，接着周围的修女开始拉开绷带，将莉莉绑在了床上，准备剖腹产救出肚子里的孩子。10分钟后，婴儿终于从母亲的肚子里被取出，修女们赶忙用提前准备好的温水清洗婴儿的身体。此刻的莉莉已然变成了怪物，伊莎难以置信地看着妹妹，她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。这时，一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。伊莎强忍着悲痛走了过去，然后从嬷嬷的手中抱起了孩子。她答应过妹妹，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她的孩子。约翰神父让她去到外面，善后的工作交给他们，可她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妹妹最后一眼。此刻的莉莉不断挣扎嘶吼着，神父还是壮着胆子拿着十字架上前，想要以此来救赎她的灵魂。当伊莎抱着孩子走出房间时，周围的修女纷纷祈祷行礼。这个从怪物腹中成功活下来的婴儿，被他们认为是上帝的奇迹。伊莎抱着孩子来到了教堂的大厅，在这里有着一座雕像，上面刻着一个名字：圣劳伦特。此刻伊莎醒悟了过来，她认为自己和妹妹能来到这里，全是上帝的指引。这就是劳伦特的身世，也是被后来的希望联盟寄予的希望。他们相信劳伦特就是救世主，能够带领着人们逆转末世，治愈未来。